痔疮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患上痔疮总是让人坐立难安。其实我们是可以通过食物来进行改善的。那下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这个方法就是用枸杞和苹果煮水喝。枸杞大家都知道有很好的养生效果，枸杞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胃蠕动，帮助缓解便秘。而苹果也含有大量粗纤维和果胶，具有润肠通便、促进消化的作用。我们可以把枸杞和苹果放在一起煮熟，这样吃能够让身体更好的吸收营养，促进身体排便，对缓解痔疮有很好的效果。除了搭配苹果，搭配陈皮也是很好的哦。如果想要预防痔疮呢，还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要熬夜和久坐不动，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多进行运动，这样痔疮也会绕着。欢迎收看侃侃养生，今天我们要聊的养生话题是幽门螺杆菌不用怕，用2种植物泡水喝，杀菌养胃，呵护肠胃健康。蒲公英。蒲公英大家都应该很熟悉了，蒲公英又叫婆婆丁，一到春天呢，遍地都是。蒲公英其实还有很好的药用价值，具有天然维生素的美称，有很好的杀菌抗毒的作用。将它晒干泡水喝，可以帮助抑制幽门螺杆菌生长，有很好的养胃护胃的作用。洋甘菊。洋甘菊也有很好的药用价值，洋甘菊中含有一种糖苷类的物质，这种物质可以抑制幽门螺杆菌的繁殖，还有杀菌养胃的效果。经常用它泡水喝，可以呵护胃黏膜，预防胃部疾病，让口气也清新起来。俗话说胃病3分治7分养，所以胃不好的朋友不妨常用上面这2物泡水喝，或许能让胃部慢慢。生活中甲状腺结节是很常见的，如果出现甲状腺结节，首先要及时就医，然后平时在饮食方面也要注意，少碰下面2类东西。含碘高的食物，如果有甲状腺结节，一定要控制碘元素的摄入。对于含碘高的食物，就尽量少吃吧，比如海带、紫菜等，因为碘元素会刺激甲状腺，对病情恢复不利。辛辣刺激的食物，除了含碘高的食物，辛辣刺激的食物也不建议吃，因为这类食物会影响内分泌，刺激甲状腺，也会加重甲状腺结节，所以大家一定要忌口。除了少吃上面2类东西，可以常吃一种食物，能够帮助化瘀散结，这种食物就是冬瓜。冬瓜含有很高的营养，具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的功效，而且冬瓜中还含有丰富的纤维素，对缓解便秘、排出体内毒素有帮助。有甲状腺结节的朋友，经常的吃一些冬瓜，能够帮助减轻甲状腺结节的生长。谁说只有养成好的习惯才能让人长寿？其实下面这3个看似不健康的习惯，也许也能够让你延长寿命。习惯1：晨起不着急叠被子。很多人认为早上不叠被子是一个不好的习惯，其实这样将被子摊开一会儿，可以减少被子上的有害物质，对身体健康有帮助。所以大家起床后可以先忙别的，不用着急叠被子。习惯2：站着吃饭。通常情况下，我们吃饭都是坐着的，其实站着吃饭对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因为站着可以促进肠胃蠕动，帮助食物消化和吸收，对肠胃健康也有利。习惯3：长伸懒腰。伸懒腰在有些人眼里可能是一个很不雅观的动作，但伸懒腰却有很好的养生作用。经常伸懒腰可以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消除人体疲劳，而且还有养护心脏的作用，可以说对身体有很大好处。上面这3个坏习惯，如果你都有的话，相对来说会更容易长寿哦。别再肝脏不好是很多男性的困扰，经常熬夜、喝酒、压力大，都会影响到肝脏的健康。其实除了这些，男人早起的2个习惯比熬夜还让肝受伤，希望你尽早改正。早上起来不吃早餐，现在很多男性有不吃早餐的习惯，早上不吃早餐会导致体内的血糖过低，同时还会给肝脏增加负担，影响肝脏代谢功能，所以不吃早餐对身体的危害很大，建议男性朋友改掉这个坏习惯。早上起来不排泄，有些男性早上为了睡懒觉，即使有尿意也会选择憋着，殊不知这样对肝脏伤害很大，
因为憋尿会导致体内堆积毒素，而肝脏又有排毒解毒的作用。如果这样长时间憋尿，会影响到肝脏健康，所以建议男性朋友当有尿意的时候，要及时的进行排泄。养肝如养命，所以生活中要好好的保养我们的肝脏，养成好的生活习惯，戒烟戒酒，作息规律，营养保持均衡，这样才能保证好肝脏的健康。苹果是生活中常见的水果，很多人喜欢吃。对女性来说呢，经常吃苹果还有美容养颜的功效，尤其是早上空腹吃一个苹果，坚持一段时间，身体或许会尝到3个甜头。一，可以帮助消化。苹果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其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果胶和鞣酸等物质。如果早上空腹吃一个苹果，可以帮助消化，对身体有好处。2，可以帮助减肥。对于想要减肥的人来说，是很适合早上空腹吃苹果的，因为苹果的热量低，而且还能够增加饱腹感，对降低体重有帮助。3，可以预防胆结石。胆结石大家都知道，对身体呢是有很大影响的。但如果早上坚持吃苹果，可以防止体内出现胆结石，因为苹果中含有大量的半乳糖醛酸，这种物质对排毒有很大帮助。虽然吃苹果对身体有好处，但是建议肠胃不好还有血糖波动的人最好就不要吃了。很多人都有早上起床喝一杯水的习惯，这也是很养生的一种方式。但是喝水也是有讲究的，要注意下面这3点，要不然喝了也白喝。第一点，水温不对。早上喝水的水温一定要掌握好，如果太凉会对肠胃造成刺激，太烫容易给口腔和食道黏膜造成损伤，所以水温应该在35到40度是最好的。第2点，喝水量不够。虽然早上空腹喝水对身体好，但是喝水量不够是达不到养生效果的，最好喝到200毫升左右，这样才是最好的。第3点，喝的水不对。有的人觉得白开水没有味道，所以早上喜欢空腹喝一些柠檬水蜂蜜水甚至有的人用咖啡和饮料代替。这些饮品一般都不适合早上空腹喝，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喝白开水比较好。其实早上空腹喝水并没有那么复杂，只要你喝对了，那么就能够达到养生效果。上跑步的最佳时间是几点？晨跑时要注意这3点。跑步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方式，尤其是晨跑。很多人呢喜欢早上5点钟起床去跑步，那这样真的好吗？早上跑步的最佳时间是几点呢？其实是不建议大家早上5点就起来去跑步的，因为这时天还没有完全亮，很容易出现事故，而且呢这个时间的空气也不是很好，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在7点到10点左右进行晨跑。而且想要健康的晨跑，还要注意3点，要不然就白跑了。第1点，跑步前做好热身。跑步前热身可以避免身体受伤，建议大家可以先在原地慢跑几分钟，或者做高抬腿的动作，做完之后再进行跑步。第2点，跑步时间要适当。虽然跑步对身体有好处，但也要适量。如果跑步过量，会对膝盖或者是其他关节造成伤害，所以建议大家每次跑30到40分钟，1周跑3次是最好的。第3点，跑步时不要空腹。很多人早上起床之后不吃东西就去跑步，其实呢不建议大家空腹跑步，因为这样很容易低血糖，所以跑步之前最好适当的吃一些东西，这样有助健康。早上是养生的好时候，对于想要减肥或者是保持好身材的人，如果能在早上养成下面3个好习惯，身材一般都不会太差。早起后坚持排便，每天早上排便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因为我们经过一晚上的休息和新陈代谢，体内会堆积毒素垃圾。如果早上能够及时的排便，将毒素垃圾排出体外，不仅对身体健康有利，对减肥也有帮助。早起后坚持喝1杯水。早上起床后，身体也是处于一个缺水的状态的。如果能空腹喝1杯水，不仅可以帮助身体补充水分，还能加快新陈代谢，促进肠胃蠕动，对减肥也有一定帮助。早起后坚持运动。早起后适当的做一些运动，对加快体内新陈代谢、增强肠胃蠕动也有帮助，可以避免脂肪的堆积，对保持好身材有帮助。
好了，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我们下期再见吧。